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思时家乡谈所。你是不是有时候会突然觉得日子过得有点卡关？真的耶，会有这种时候耶。每天忙着工作、家庭，好像为了所有的人，就是独独忘了自己。对，完全是这种感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有点陌生，心里会冒出一个声音：这就是我人生的巅峰了吗？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走下坡了？哇，这个问题好犀利哦。但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悄悄问过自己，哼哼，如果你有过这样的念头，恭喜你，你非常正常。哈哈哈。所以不用太担心就对了。没错，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个被大家误会很久的话题——中年危机。哦，被误会很久。对，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给你灌鸡汤哦，而是要用最新的科学和心理学角度，告诉你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事实：所谓的中年危机，根本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一个让你活出真实自我的黄金转机。哇，黄金转机耶，这个说法我喜欢哎。这一集我会带你打破刻板印象，并提供一套具体可行的策略，让你的人生下半场活得比上半场更灿烂、更自由。太期待了。好，Part One，我们先来告别中年危机这个标签。你其实只是在经历一场人生的 U 型弯。我们先来拆掉这个标签。中年危机这个词是1965年由精神分析学家艾略特·贾克提出来的。哇，这么早就有啦。是啊，从此之后，它就像一个魔咒，贴在所有40、50岁的人身上，让我们觉得焦虑、停滞、怀疑人生是这个阶段的必然。好像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刻板印象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这更像是一种自我预言。因为你相信它，所以你感觉自己真的就陷入了危机。有道理，心里怎么想，感觉就跟着怎么来。来看看数据怎么说。英国一项对于40、50岁人群的大型研究发现，居然有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中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甚至比年轻时更快乐、更健康。哇，76%哎，哇，这个真的很高哎。是不是？这听起来很反直觉吧？对，完全反直觉。但这恰恰说明了中年人其实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智慧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知名心理学家丹尼尔·黎文森也说过，人生的每个阶段转换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是肯定的。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中年嘛，会迷惘，会挣扎，这都完全正常。没错。更有趣的是哦，一项跨越数十个国家的大型研究，发现了人生的快乐 U 型曲线。哦，快乐 U 型曲线。对，这个曲线告诉我们，人们的幸福感在20岁之后会缓慢下降，大约在50岁触底，但接下来呢，就会漂亮的触底反弹，一路回升。哇，所以谷底之后就是一路上坡啦。没错，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有点闷，别担心，你不是卡在谷底，你只是正准备漂亮的转弯，迎接向上的旅程。哇，好，Part Two，我们来聊聊人生下半场的超强潜力。你的大脑正在巅峰。很多人中年的焦虑是来自于觉得自己体力啊、反应力不如年轻人了。对，这点很有感，真的。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流体智力的耐燃下降，它指的就是你处理新资讯、解决新问题的速度。啊，简单说就是反应变慢了啦。没错，就像电脑的 CPU 用了10几20年，跑新的软体是会慢一点的。这个比喻很贴切，很好懂哎。但我们却忽略了另一项正在达到巅峰的超强能力，叫晶体智力。晶体智力，那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你无价的资产，你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知识、经验、人生的智慧和格局。哦，原来是指这些算实力呀。对，你看待事情的深度，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做决策的稳健度，其实都在人生的最高峰。就是俗话说的姜是老的辣了。没错，你的大脑不是在衰退，它只是在转换强项，从一个快思的处理器升级成一个慢想的智慧资料库。哇，从 CPU 变成一个云端大数据资料库了哎。哈哈，正是这个意思。
心理学大师荣格还有一个非常美的概念，叫做人格面具。这个我有听过。他说，人生的上半场，我们努力戴上社会期待的面具，好员工、好父母、好伴侣。对，为了符合各种社会的期待，我们用这些面具换取成就和认可。而中年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时机，让我们温柔的脱下这些面具，看看底下那个真实的自我到底是谁。一个找回自己的过程。对，这个探索真实自我的过程，荣格称之为个体化 （individuation）。这不是失去，而是找回一个更完整的自己。听起来很棒。好 ，Part 3， 观念更新完毕，我们来点能带回家的干货。终于来到实战策略了。这里有4个实用的策略，帮助你启动这场精彩的自我重建工程。第一个，订定神圣的 Me Time 规则，定期与内心对话。我们太习惯向外看了，却很少向内听。真的，每天都在应付外面的事情啊。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写日记。写日记吗？对，不用长篇大论，每天花个10分钟，就问自己3个问题：今天什么事让我开心？什么事让我烦恼？我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久了，你会慢慢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方法很具体，感觉可以马上开始试试看呢。第2个策略，练习正念，温柔地活在当下。我们的焦虑大概有90%都来自于对过去的后悔和对未来的担忧。没错，脑子总是在想东想西啊。美国洛彻彻大学的研究发现，经常练习正念的人更快乐，也更不容易焦虑。正念真的这么有效吗？是的，你可以试试看。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品尝食物的味道，走路的时候感受脚步和风拂过脸庞。当你把注意力温柔地拉回这时刻，很多烦恼就自然失去了力量。就是全心全意地专注在当下。再来，策略3，庆祝好消息，主动重温快乐时光。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倾向记住败事。真的，坏事都记得特别清楚，好事一下就忘了。所以我们要刻意练习去放大好事。当你有好消息的时候，告诉一个你信任的人，和他一起庆祝。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同时，试着在睡前在脑中重播一个你过去最快乐的片段，像是第一次旅行或是小孩出生的那一天。这个简单的练习能让大脑再次感受幸福，提升自我价值感。这个好睡前想点开心的事，感觉会睡得比较好最后，策略4，重新盘点人生目标，创造多元价值。过去你的价值可能高度绑定在单一的成就上，比如职称或收入。对，好像除了工作上的头衔，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现在是时候扩展你的价值源了。那具体可以怎么扩展呢？拿张纸，写下你真正想做却一直没做的事。去当志工，学一门乐器，还是去指导一位后辈。就是为自己找一些新的有意义的角色。当你从为自己获取转变成为他人贡献的时候，你会找到一种更深刻、更稳定的意义感。是的，那种付出的快乐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你看，中年从来就不是一场危机，绝对不是。它是一封邀请函，邀请我们脱下那些沉重的、不合身的社会面具，用我们累积了半生的智慧和经验，活出一个更真实、更从容、更舒展的自己。说得真好。人生不是一条只能走下坡的直线，而是一场可以不断开创新地图的精彩探索。对，一场新的冒险。你的下半场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它完全可以，也应该是你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能滋养你人生的观点。最后，我来留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如果拿掉所有外在的身份标签，你的工作、你的角色，你认为最能代表你的是什么？